都知道我们的家叫地球，你真的了解地球吗？地球是距离太阳的第3颗行星，也是人类已知的唯一孕育和支持生命的天体。地球的表面大约 29.2% 是由大陆和岛屿组成的陆地，剩余的 70.8% 被水覆盖，大部分被海洋、海湾和其他咸水体覆盖，也被湖泊、冰川、河流和其他淡水体覆盖着，尤其冰川覆盖最多，它们共同构成了水圈。地球的大部分极地地区都被冰覆盖。地球外层分为几个刚性构造板块，它们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在地表迁移，而其内部仍然保持活跃。有一个固体铁内核，一个产生地球磁场的液体外核，以及一个驱动板块构造的对流地幔等。地球的大气主要由氮和氧组成，热带地区接收的太阳能多于极地地区，并通过大气和海洋环流重新分配。温室气体在调节地表温度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一个地区的气候不仅由纬度决定，还有海拔和与该地区和海洋的接近程度等因素决定。热带气旋、雷暴、热浪等恶劣天气多发于沿海地区，对生活影响较大。由于我们的地球距离月球仅有38万公里，因此按照哈勃常数来进行计算，2个相距1光年的天体在宇宙膨胀的影响下，大约每秒只会远离2.08厘米，而我们地球和月球之间这小小的38万公里也就更短了。因此，在地球和月球的尺度上来看，万有引力占据了绝对优势。就算是因为宇宙膨胀导致了月球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发生了变化，它们又会很快的被万有引力修正。在如今，科学家们已经能够准确地测量出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变化。由于地月潮汐作用的影响，月球大约会以每年 3.8 厘米的速度远离我们的地球，而这每年 3.8 厘米的远离速度和宇宙膨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。就算是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这 1.5 亿公里的距离受到宇宙膨胀的影响，也微乎其微。而我们的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也一样，它们之间的距离大约为254万光年。因此，按照哈勃定律来计算，仙女座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应该为每秒53千米。然而，在仙女座星系和银河系之间的这点尺度上，万有引力仍然还是占据了优势。2个庞大的星系会在引力的作用下相互吸引。根据目前的观测来看，仙女座星系和银河系正在以每秒110千米的相向运动速度互相靠近。大约在40亿年后，它们就会碰撞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更加庞大的星系。而我们地球和月球以及太阳之间的这点距离，在宇宙的尺度上来看，几乎微不可见。太阳系行星中最强的磁场。前往木星的探测器在距离木星大约700万公里的时候，就会受到木星磁场的强烈干扰。木星拥有太阳系行星中最强大的磁场，它的磁场强度是地球的14倍。从距离木星140万公里至700万公里之间的巨大空间都是木星的磁层，是地球磁层分布范围的100倍。太阳风和木星磁场的交互作用，使得木星背向太阳的一面磁层至少延伸到了6000万公里以外。木星的磁层分布范围同样是太阳系中最大的。同样，木星强大的磁场造就了太阳系中最强大的极光。旅行者1号曾经在木星上发现了长度超过3万公里的北极光，其强度是地球上极光的100倍。有句话叫做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木星如此强悍，占了这么多太阳系之最，他身边的小弟们也是不甘示弱的。木星的卫星也占了不少太阳系之最，例如木卫3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卫星，木卫3的直径为5262公里，比水星的直径大了382公里。它的质量是地球卫星月球的2倍，直径是月球的 1.5 倍，体积是月球的 3.4 倍。木卫1是太阳系中火山活动最活跃的天体，木卫1的平均直径为3642公里，比月球大了166公里。按理说，只比月球略大一些的木卫1应该和月球一样早就凉透了，但是木卫1却是一个岩浆翻滚的世界。它上面有400多座随时都会喷发的活火山，面积足有海南岛大的熔岩湖，流淌了3500公里的熔岩流。拥有如此众多太阳系行星之最的木星，
真的是太阳系中的行星之王啊！你还知道哪些关于木星的世界纪录呢？一起聊一聊吧。